莲花生大士精华教言，无分别之修持，即是与我同在。大家好，我是心远。大家都知道，乌金第二佛莲花生大士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藏传佛教的开山祖师。今天我们分享一个莲花生大士25君臣时代对弟子，也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代藏王，对聂池赞普的精华教言。有一日，当牟德赞普在清晨修习殊胜的三摩地时，莲花生大士对赞普说道：大王，请你把拉结王子换过来。待赞普带着拉结王子来到莲花生大士足前时，大士对赞普说：这位王子生生世世以来一直受到我的加持，他将成为大圆满莲花经义本尊密语的总会法海，上师二宗三部数学医学的主宰。我现在要把亚龙的符藏交给他，他的密号为殊胜王，他的心地和善，与谁都能够和和相应。他的贪嗔痴慢以五毒染着不深，也不会在经由六道轮回轮转。他能够得证一切利益的经典，这些利益的经典超过一般的法药。他敬重显密二宗，慈悲一切的众生，所以能够和我再见面，也一再的受到我的受记。我们要明白，所有佛陀的盛行，如果没有智慧与悲心的力量的话，就宛如在黑夜中胡乱的用手指笔画着。一般人虽然也在从事利他的事业，但是终究不能究竟圆满。而在佛法衰微的时候，我的化身即将出现。王子曾生生世世受尽苦难，不断的转生，为佛法而努力。在过去世时，王仔曾示现为沙和尔王国的大王圣典池，由于慈悲的缘故，并为了摄受与利益一切的众生，所以他在将来之时要转生到占扎山州，成为德瓦阿嘎拉。此后他的转生不定，但将来会转生成为桑杰喇嘛，随后又成为迦洛扎义师，接着又转生成尼玛辛格。所有的上部伏藏将归属于他。他勇气无双，即使在100位凶狠恶徒的包围之下也无所畏惧。未来他将连续出生13世，并在第13世成为觉藏师。他将如同在茂密的森林之中行走一般，虽然无名的众生十分难以调伏，但是他还是会指引无数众生到达清净佛土中，而他的殊胜美名也会名闻天下的。王仔有一世会转生到西藏的扎努达地区一座大沟的西边，此时他能够成就持明密咒，也了悟密宗的算术和医学，具足法界的光明与宛如虹彩一般的智慧。那一世他名叫雅尔杰，而今临坝。在火界水阴猪年或狗年的时候，这位殊胜的化身会如同出生在污泥当中的莲花一般示现。他出生之时，父亲已死，而母亲丢弃他，就像活在地狱当中一般受尽磨难。他缺少吃穿，激动挨饿，就像在恶鬼道一般。他会为他人所役时做着低下劳苦的工作，就像牛马一般的受苦。他的苦痛与卑微，使亲戚们见到了他，也感觉到十分羞耻，不敢以亲眷相看待，而将他视为如同麻风病一般可怕。他像阿修罗一样的接受各种辱骂，视线像一位福分极小的人，吃尽了各种苦头。但是他具足精进的大力，有着无比的聪慧，五欲的心是那么微小。他专心于我的教法，具有菩萨的心境，信心坚固，有着远大的抱负，誓愿要救度一切的众生。他的身体的5大清净而不着重，适合于相续精进的修行。他觉悟的境界十分高远，了悟微细的因果，温文儒雅，精通显密二教，厌弃世间的行为，与一般人大不相同。一般人的情绪急躁而心意涣散，但是他专一沉稳而举止安详。他的肌肤十分净白，有着自然的香气，脸像威武微带薄嗔，五官中正端严，身相庄严，具足广长舌相。在人群中，他宛如太阳般发出光辉，使人自然尊敬。这些微妙的相好，使他在菩提道上精进的时候，增长了许多的注意。这位化身宛如满月一般光明，将发掘出念8种福藏。那时他必须坚守三昧耶誓句，不能在故乡居住，也不能在财物上面有所贪恋牵扯，即使在需要时，也不能够接受帮助。这是他必须具足的特别蒙氏三昧耶。在这样的因缘下，亲友都无法谅解，甚至变成敌人，所以他必须独自到陌生的他乡异域，不让任何相识的人看见。不要去记恨仇敌，也不要去贪恋亲友。
不要为了盈利谋生而去开荒种田，或是经商以致无暇修行，更不能盗窃，不能为他人念诵佛经，也不要驱魔打鬼，不要与唯有不同宗派者，不要与形同障碍的女人交往，白天不要在人群中喝酒，夜间和拂晓的时候也不要上路，发掘伏藏也千万不要张扬，对佛法不能有丝毫的偏见，也不要随意出示威猛的愤怒咒语。这位王子就这样生生世世地受到我的加持，不断地转生，为佛法努力。接着莲师并对拉结王子训诲道：你的一切行止要十分的高尚，不要和凡夫俗子住在一起，要像野兽一般住在山林之中，专精修持度过一生，也不要贪恋世俗的生活，对修持佛法不能计较人情，任何修持的机会不能够轻易的浪掷，说话要坚决安稳，不能模棱两可，投机取巧，做事要坚持到底，要依止于佛法与护法空行。在每月10日的时候，我莲华生会回到西藏来，这时要将所有的食品做成曼陀罗来供养，并不断地向我祈请。修行人应当像一个脖子一般安坐在那里，不要到处攀援乱跑，让自己的身心安定下来。如果我们的行为和方法不恰当的话，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说不定会使其他人变成我们的仇敌。一定要发起善心，坚定地做一个好的修行人，对所有的事都要如实的关照了解，不要轻易随便。而与自己无关的世间琐事要尽量远离，让自己安住在无事的境界之中。世间那些颂扬奉承的话语是不值得直取的，我们要安住在正法之中，如同石头一样安稳不动。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安住在正法当中，直至120代之后，即使没有做一般人外表上所谓的修行，或去念经持咒，也会自然有所成就。莲华生大士对拉结王子做了一番赞叹与授记。拉结王子听完之后，刹那了悟了宿世，泪流满面，突然间昏厥了过去。过了良久之后，他才苏醒过来，向莲华生大士顶礼，然后说道：大士啊，人世间实在太苦了，这轮回根本永无止息，我实在受不了这个世界的轮回苦痛，请您慈悲赐予怜悯，使我这一生不再受后有，让我在这一生进入涅槃法界，永不再生吧。莲华生大士就告诉他说：王子，你曾向我发起了菩提心，难道今天你想使三昧耶事举败坏吗？你不要心生退怯苦痛，菩提心是最殊胜的。就一个伟大的菩萨行者而言，地狱是最奇异殊胜的地方，能使我们精进修持。地狱其实是一切诸佛的上师，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曾经有500世生在清净的世界当中，但是同时也曾经有500世转生到不清净的沙土啊。另外，像伟大的观世音菩萨也曾经发起菩提心，在6道轮回未结束之前，决心从事菩萨利他的事业。但是当他广度无穷的众生之后，却发觉到众生界依然是不增不灭，所以生起了悔退之心。这时他的头颅就裂成了1000瓣，后来受到他的上师阿弥陀佛所加持，把这些碎裂成瓣的头转成了1000个清净的头首。所以佛与菩萨是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的离苦的。他们要带一切众生忍受所有的艰难与苦痛，生生世世为了救生的大愿而努力。你要劝读佛菩萨以及我莲华生的本生故事，以了悟所有佛菩萨本生的殊胜奋斗与精进呢。你千万不要抛弃众生，要升起真实的慈悲心。既然我们要坚住在佛法之中，就得要忍受这一切的苦痛，直到这堪忍的娑婆世界与所有的五浊恶世，乃至一切大小世界众生都圆满成佛了，这才是究竟啊！我们所有的盛行，就是要成正最圆满的智慧，并使一切众生都获得如意与圆满。我们不计自身，多生多世不断的救度众生，只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圆满成佛。如果我们能努力的救度众生，使他们脱离恶道，并安住在菩提道中修行，一旦他们福德因缘到了，就会转生为人，因为人间才是修行的最好场所。到那时候，我莲华生会为他们授记，告知他们何时可得不退转的境界。你在这世界里将会有无数的本生故事，现在我只是为你授记在西藏的一些转生因缘而已。王子啊，你的身体是十分尊贵的，由于你长久修持的结果，你的身心已十分的清净，因此
即使只是如同狮子般一块小小的心脏被愚人拿去吃了，那么他们也将会得到人身的成就。如果被穷人吃了下去，他将会得到财富与时的成就；被濒临死亡的人吃了下去，就会得到长寿的成就；虔诚的信众吃了下去，会得到佛法的成就，也为你的身心具足了许多的功德。一些邪见者由于没有智慧，都把功德当作罪业，但是如果能够与你的身心有一些相应的话，就能够净除罪业，最后获得佛法事业的发展。拉结王子，到13倍为止，你的一切见闻与触行都有强大的加持力。只要碰触到你像菜籽般大的身体或身影时，都能够杜绝恶趣，转生善道。播下像菜籽般大的一粒善种子，就能避免所有的世间鬼神的加害。即使是犯了5无间罪的罪犯，将来要堕入无间地狱的人吃下去的话，也可以净除罪业，成为密教的持名者。而那些在命中已有定业，将转生为畜生的人，吃了不去，转生后也会遇到善良的主人，不受鞭打。总之，你的身心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现在只是列举之一。现在你这位具足智慧的人，到了15岁之时即将逝去，在死去之后，应当先安排把尸体埋藏起来。你的尸身到了地底之后，无论是福分多么小的畜生，罪恶累累的屠夫，下等无智的女人，一切无福的人们，乃至水生的动物，飞翔的禽鸟等，凡是碰触到你的身体，都将捐除他们的罪业，获得信愿、智慧与精进。你的身体是具足7世修行的殊胜之肉，使众生能长及解脱，不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调伏众生，使众生得到利益。在佛法流传3期的500年之后，时节还是依然，但是大地上坏事即将兴起，藏王的律法遭到毁弃。藏地由于内乱的缘故，4分5裂，战乱频繁，众生的五欲炽盛，征战不断，兴起了战争的劫害。战争所伴随着是饥荒与疾病，众生受到了许多的伤害，而认真执行王法的人，反而被称为像女人一般毫无气魄。那时僧人不守戒律，而修持佛法的格西们竟然去当了蒙古霍尔人的将军，口中谈论着军事，全身披挂铠甲，筑起城堡，储存财物，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他们不诵经典，也不修行，终日只是造作恶业及不善的事情，所以齐地整个架构都崩溃了，人人互相伤害，矛头朝内，所有的知识也不能用在正道上面，只是一味好强斗狠，大家起了内讧，为了害人而忙坏了身心。他们拆除佛寺的基地，去建筑城堡，并与异族人同见同行。众生难以忍受这些疾苦，但是谁都无法制止，这些都是因缘所现，真是可怜的众生啊！但是这时候有不少的人信仰着伏藏的珍宝，所以若有人能够常食7世清净的肉，就如同饮下消除3毒疾病的甘露一般，都会受到极大的利益。莲华生大士向拉结王仔如实地授记着未来的因缘。我们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，必须要发起殊胜的愿心，并且不断地回向，这是我们在修持空性之后所必须发起的菩萨行愿。这些菩萨行愿虽然常在我们修持空性之后，但是菩萨行者绝不能够漏失菩提心，否则绝无法圆满成就。我们在如此修持之中，必须注意一心专注，绝不能够心思涣散，否则无法成就。如果你能够随顺我所说的话，如实的修持的话，这就是一些少的词句来总持一切佛法教义的广大修持法要。在这修持法中有前行、正行与后行3者，对此生与后世都具足了圆满的教诲。而在亚龙玻璃岩洞里，一位门巴的姑娘扎西奇詹与智母以喜错驾，他们恭请莲华生大士前来转动曼陀罗的法轮。他们2人向莲华生大士合掌，请问道：大士，如果您到了罗刹国之后，我们应当如何修持呢？应当依是何等的因缘而得到成就？莲华生大士就说道：你们要安住在如是的心意之中，谛听我所宣说的教诲。一个修行人的身语意都必须对现实有觉知的出离心，如果没有出离心，染着世间，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修行人。另外，我们应当了知，一个修行人是来帮助众生解脱的。如果一个人心中无法产生法喜，偏偏又多添烦恼，这样的修行师傅是错谬无知的，应当远离。
佛法是以实践为要旨，并不是用来增加我们无用的知识，所以不能够帮助我们如实修正的书籍，应该将它抛弃，而专注于修正之中。修行人要捐弃贡高我慢，而不应该贪恋境界。所以，如果修行人互相比较境界的高低，相互正敬，那么弟子与随从的眷属们都应当并斥远离他们，因为他们不能够使我们在佛法上得到任何的利益。另外，搅乱我们的心思，并且常怀着嫉妒、敌意的女人，要抛开远离他们，因为他们对佛法的修行不能有任何的利益。对于眼前与长远的世间琐事，都应当厌舍，应离长群所居，安住在清净的处所。即使是对于一针一线，也都不应生出贪着的心。真正的修行者要将所有外在的财宝供给三宝，将心内所具有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清净的佛土，而现前的中为身香，则作为曼陀罗来供养。我们要常行无相不施，使一切众生无有匮乏。而对于世间的苦迫，要多加思维，不能够让心中的魔王得逞，不要随着欲望而行，要厌弃一切世间贪恋，专心修持佛法。我们要了解世间一切的众香虽然如幻，但却是因果不昧的，所以修行成佛乃至下地狱也都是自己决断的。只有依止自身才能够得到成就，若是贪婪执着，最终只是使自己孤零零的到无间地狱中受苦。世间的外相是毫不可靠的，对内外中间所有的世间要产生远离的心，不要想拥有富裕的资财，能过着一般的生活就可以了。一个修行者应该像麻风病人一样，常在最低劣的下处修持。我们在修持当中，不能对任何一切法生起执着或有所依赖，心要安住不变，不要像海上的波浪一样漂浮不定，刹那不停。我们的心要安住在正法当中，常常安坐禅观修持，就是将垫子做破了，骨肉做烂了，也要一心系于正法。一位菩萨行者要修习一切的法要，所有高低的众法都要圆满具足。如果能够心无分别的如此修持，那么便能够永久地面见于我，与我同在了。